万人低头。信男刘成跪地叩首，家乡所在，默念成咒。能临镇桂花巷刘家大宅，能临镇桂花巷刘家大宅。我叫你走，你马上走。一走之后就莫回头。好。说出我的故事，你可能不信。我的名字叫刘成，有一个善良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，我更是村里的首富。为了带着乡亲们一起发家致富，我决定把村里的药材生意做到省城去。在我带着全村的希望赶往省城时，妻子却晕倒在地。毫不知情的我带着乡亲们在省城打拼，转眼间4年过去，我创办的仙草堂已经在省城占有一席之地。一天，我突然收到一封家书，童娘子苦身独活，生地当归熟地，灵芝一见喜。你嫂子说很孤独，还说灵芝很想见爸爸，小慧一定很想我回去。奇怪的是，跟我一起从村里出来的伙计彭四极力阻止我回家。起初我并未在意，决定见完客户后就赶回家见妻女。晚上我见到客户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我百般刁难。就在我无法应对的时候，我的红颜知己思思突然出现替我解围。思思是省城首富的大小姐，他们自然不敢得罪。我承认思思是来到省城以来唯一让我心动的女人，可是我已经有了家室，作为一个丈夫，我自然要坚守自己的底线，每次都拒绝了思思的表白。当我回到仙草堂时，彻底震惊了。我这4年的辛苦和全村人的希望居然在我眼前被付之一炬。我拼命想要救下跟我同村一起来的伙计，奈何火势太大，我不慎从楼上摔落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居然听到平时最信任的伙计彭四在诬陷我。我也不知道我老板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就在那里放火。他们不由我解释，就把我关进了监狱。更加让我疑惑的是，他们封锁了我跟外界的一切联系。幸运的是，看守我的狱警阿丽曾经受过我的恩惠，决定帮我找个律师来打官司。他要帮我请的这个律师叫小轩，是他的发小。今天恰好是小轩家里迁祖坟的日子。小轩的父亲是个风水师，他费尽心力，终于为祖先找到了蜻蜓点水穴。可就在吉时已到，准备迁坟的时候，被小轩开闸放水，冲破了风水格局。很快，阿丽就把小轩带到了我的面前。可当我看到小轩稚嫩的样子后，对他根本没有信心，这也激起了小轩的好胜心。他认为法律是公正的，一定会还我一个清白。了解完事情经过后，他就四处奔跑，开始寻找证据。你好，我是代表刘成的律师，想你帮我一个忙，帮刘成做时间证人。好，同行一场，我也得支持他。可第一次开庭就泼了他一脸冷水。刘成喝完酒，他自己就走了，又没放火，我还真的不敢肯定。休庭后，小轩请教自己的老师：你从前教过我，多难打都一样可以打的。这次不一样，因为你是跟钱打，有钱直的都能够变成弯的，黑的也会变成白的。经过一番的调查，小轩发现思思是这个案子的关键证人。可奇怪的是，思思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不见。经过最后一场审判辩论失败后，小轩来到牢房对我哭诉：今天才发现，一直以来都是死读书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在这2个月来，东南西北，我跑破了2双鞋，竟然没有一个证人愿意站出来帮我。见到被社会毒打的小轩，我并没有责怪他，只是想等行刑结束后，让他将我的骨灰送回家乡。这场官司我还没打完，还有5天时间，我一定会为你上诉。可小轩在替我上诉的路上，不小心掉进了坑里，摔晕了过去。等他醒来后，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：刘成给你害死了。苏斯，你不出现，刘成会死的。你害死刘成，明天他就被斩头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还有5天上诉期啊？没了，明天就要被斩头了，明天就要被斩头了。果然，想要害我的人根本不想让我看到第2天的太阳。在行刑之前，阿丽告诉我，如果你还想再见到你家人的话，等一下要记得听清楚刽子手所讲的每一句话。我被押赴刑场后，罗师傅就对我说：万人低头。信男刘成跪地叩首，
家乡所在，默念常咒。龙平镇桂花巷刘家大宅，龙平镇桂花巷刘家大宅7749，回家急救，刘家大宅，再生不够。龙平镇桂花巷刘家大宅。我叫你走，你马上走。一走之后就莫回头。走。就这样，我在不知不觉中逃出了刑场。小轩早就在这里等待，我以为是他买通了狱警，我才得救，并未多问。当晚，我和小轩就坐船回到了老家。我们一上岸就见到了阴森恐怖的景象。小轩急忙拦住我，询问：“你老家怎么那么恐怖啊？”碰巧盂兰节吧。当我回到老宅后，彻底震惊了。短短4年时间，以前风光无限的刘家大宅，现在居然变得破败不堪。最令我心酸的是4年未见的女儿灵芝，居然满身泥污，见到生人眼里全是恐惧。我一路追到卧室，唱出了哄她入睡的儿歌，灵芝才记起了我这个父亲。爸爸，爸爸。当我满心欢喜地去见妻子时，心更是碎了一地。昔日温婉漂亮的小慧，居然变得蓬头垢面、呆呆傻傻。我急忙给她进行了梳理，可此时的小慧已经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。就在我收拾房间的时候，发现了一摞信件。此时我才明白，这个家为什么变得这么破败。原来彭四冒充我的笔记，说我生意失败，被债主追债，骗光了全部家财，这使得我愤怒无比。就在此时，我听到了女儿的呼救声。我点燃床边的蜡烛后，女儿才停止了呼救。次日一早，刽子手罗师傅居然找上了门，我以为他是来抓捕我的，就藏了起来。灵芝也替我拼命阻挡，不想让罗师傅找到我。罗师傅不想欺负小孩，就留下了自己的地址。我就住在这里，叫他来找我。眼看情况紧急，小轩决定带着证据回去替我翻案。可就在我送别小轩后，居然发现我的仇人彭四回来了。我一路跟踪，发现他居然在乡亲们面前污蔑我。我也想不到少爷为什么要那么残忍，把一群兄弟全给烧死。我忍无可忍，就要冲上去揭穿他。可下一秒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此时，一段被篡改的记忆浮现在眼前。原来行刑那天，我已经被罗师傅斩首，逃走的只是我的魂魄。随后我便来到了罗师傅的住所，罗师傅也把当日的实情告诉了我。祖宗明训，杀不过百。我就是第99个。对，我跟你这都算是缘分。我的头已经被你砍了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第一刀我拍走你的魂，第二刀我斩你的躯壳，现在我是来超度你的。那我是不是已经变成鬼了？所谓前因而现，后因未至，中阴现前。人死后的749天就会成为中阴身，过了这最后7天，我就会超度你离开，之后我就可以封刀归隐了。如果我不离开呢？中阴身每7天一死，历尽7死就一定要离开，如果不是，就会变成孤魂，不停重复死亡时那一刻的痛苦。那我会去哪里？人有千算，天则一算，好人自有极乐之地可往，一切就待上天安排。总之7天之后，寅时天光之前，你去大庙，自然就会有路指引了。听了罗师傅的这一番话后，我就想快点回家，教女儿一技傍身，将我这几年积累的药方交给女儿。可女儿却无心学习，这也使我非常愤怒。就在我想要教训她的时候，才发现我为妻子准备的药，她居然一包也没有煎过，气得我抽出竹条就要教训她。可追进屋后，彻底傻眼了。原来并不是女儿不给妻子煎药，是妻子早就不能喝药了。妈妈，在你回来的前几天，他已经自杀死了。爸爸，我知道，在你回来的那一天，你也已经死了。你是不是叫灵芝啊？那一天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因为你和妈妈一样，只有在点着蜡烛的地方才能看到你们。就在我悲伤之际，彭四突然出现，我急忙抓起灵芝，想要带它藏起来。可灵芝手中的犀角蜡烛熄灭后，我居然消失了。惊慌失措的灵芝不小心踩破了梯子，恰好被彭四抓住。此时的彭四也不再隐瞒，说出了实情。原来
他跟我到省城后就被人设局欠下了高额赌债，起初为了还债，开始冒充我的笔记，写家书骗钱，家里没有钱了，他就想烧毁仙草堂来骗保。而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思思发现，丧心病狂的彭四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将思思害死。原来彭四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刘家大宅的地契，我本以为他拿到地契后就会离开，没想到他还想杀人灭口。我想要阻止彭四，奈何现在我只是灵魂体，根本触碰不到他。危急时刻，小轩突然出现，就走了灵芝。原来小轩回到省城后，在烧毁的仙草堂里发现了被泡在水缸里的思思。怎么？哎呀，你醒了！哎，小千。原来跟我回到老家的小轩只是他的魂魄。小轩立刻带着父亲和阿丽找到了思思的尸体。小轩在父亲的帮助下查到，就在2天前，彭四用砒霜害死了高利贷老大。现在回到了刘家村，小轩急忙赶回来，恰好救下了灵芝。两人一路逃到柴房，找到了犀角蜡烛，点燃蜡烛后，我再次出现。此时我要替自己和被彭四所害的人报仇，可关键时刻却被小轩挡住了亮光。彭四见我消失，再次向小轩和灵芝追去。就在他要挥下屠刀的时候，罗师傅及时救场。面对罗师傅，彭四丝毫没有抵抗之力。如果我不是杀不过百，你死100次都不够。跟我回省城，我要亲眼看你人头落地。跟我走。就在罗师傅要将他抓捕归案的时候，彭四居然临死反扑，可没想到他丢出去的回旋镖居然砍断了吊着铡刀的绳子。就这样，彭四身首分离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今天恰好是7月14，也是我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。我将女儿灵芝托付给小轩以后，就前往了阴阳路，去寻找妻子小慧和红颜知己思思，因为我欠他们的实在太多了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